政变又结束了，贾南风被杀，司马伦像以往的政变者，给自己也来了一份擅权套餐，矫诏加封自己为一使持节大都督，都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史官很幽默，说这情形一如当年宣王辅佐曹芳，司马昭辅佐曹髦的样子。二给自己配置左右秘书长司马，从事中郎4人，参谋10人，院属20人，配置兵力10000人。三大肆安排亲信出任进宫和中央重要岗位，譬如任命儿子司马夫担任宫中侍卫的主官、冗从仆射等。总之，给自己整了一大堆合法性，并且意识到禁军在政变中的巨大作用之后，司马伦往禁军里面的关键岗位安插了很多所谓的自己人，比如先帝第9子司马允。同时呢，对于诛灭贾南风有重大功劳的司马囧，司马伦像打发要饭那样，象征性的给了一些荣誉，并没有给予他实质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在孙秀的安排下，把齐王司马囧轰出首都，要求司马囧出镇之国，马上去许昌报道。司马囧有一些恍惚，10几年前自己的父亲齐王司马攸就是被先帝强制出镇之国，从而一病不起，死在了出镇的道路上。现在自己这个齐王又是同样的配方，被人算计一道，又是同样的结果，出镇之国。司马囧不得不设想一个场景：如果当年景皇帝把皇位传给父亲，如果后来没有人迫害父亲，我今天还会被灰溜溜的撵走吗？不过司马囧的故事暂告一段落，现在目光要回到京师洛阳。跟以往任何一次政变一样，权力格局突然巨变。司马伦，你说自己是相国，我就得承认你是相国吗？总会有人反对，并且付诸行动。这次率先发难的就是司马允。作为就是被司马伦安排在禁军里面的自己人，先帝的第9子，傻皇帝的弟弟，他虽然没有在禁书八王之乱那一卷当中，但是仍具有重要意义。司马允早在10几年前的太康10年，就是武帝司马炎临死前的大分封的那一年，就出镇之国，那么多年一直在荆州地区任职。元康9年299年，司马允从地方到中央入职，第2年就发生了贾南风杀太子事件。太子罹难后，当时颇有一部分人想要让司马允成为下一任接班人，可见司马允的能力和声望。老家伙司马伦废除贾南风之后，或许是忌惮，或许是拉拢，当然也有可能是信任，给司马允的待遇是骠骑将军、开府，并且让司马允在禁军中领了中护军。司马允没搭理这老帮子，在他眼中江山是武帝一脉的江山，司马允这个老东西在根源上就没有任何合法性，现在还搞什么都督中外诸军、百官总己这种不臣之举。于是司马伦直接学宣皇帝玩起了阴阳死士那一套，准备找个机会向太爷爷司马懿致敬，完成晋朝版高平陵的成就。司马伦知道之后，试图用合法手段干掉司马允，宣布人事调动，升任司马允为太尉，马上去报道，同时免除司马玮在禁军中的职务。司马允本来就想通过称疾不出来拖延，没想到司马伦让司马允强制交权，忍无可忍的司马允决定当场造反，率领自己从封国带来的亲兵700人，径直冲向司马伦的治所，并且在进宫中大喊：赵王司马伦造反，我现在要去铲除逆贼，忠义志士想要报效国家的，露出左臂，跟我一同前往。一时间归附者众多。虽然司马允只带了700人，但是史书明确说了，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而司马伦那边给自己拉拢的军队根本抵抗不住。但是黑天鹅事件又发生了，老家伙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眼下正好在门下省值班，听说了之后呢，立即组织了一批人，假称是皇帝派援兵来帮助司马允的，实际上则想把司马允从武林高手中骗出来，实施斩首行动。司马允信以为真，于是呢脱离部队前去接旨，结果一露头就被斩杀了。时年29岁的淮南王司马允就这样下线了。他被杀之后，司马伦又开始了老一套大清洗，紧接着又是几千人被杀。那么为什么司马允并没有推翻司马伦？我们还是要尽量还原这次斗争呢？因为2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尽管司马伦也是非常的虚弱，但至司马允被杀为止，在整个洛阳城再没有势力能够对抗司马伦，由此可见帝国中央的混乱和虚弱。第二，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制衡司马伦，所以他才敢干出登基称帝这种丑事儿，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地方藩王势力
带兵进京擒王的发生。老得像僵尸一样的司马伦几乎已经获得了人世间的一切，但他还是不满足，他还想当皇帝。于是一系列令人喷饭的闹剧开始上演了。首先，想当皇帝，你职级待遇得够格吧？于是在杀了司马允之后，司马伦以平定叛贼的功劳加9次。其次，3辞3让的标准流程得走吧？于是司马伦表面顾辞不受，回头又自己写了一道诏书，但假装是傻皇帝的命令下发，命令百官赶紧劝谏自己接受9辞。然后司马伦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接受9次之礼了。再其次，上位得有合法性吧？司马伦1没有灭国之功，2没有开疆扩土，3不是称功建国，怎么才能禅让呢？他给出的理由是，我爹司马懿给我托梦了，让我竞选奥运火炬手，谁不答应我爹就把他带走。最后就是篡位，反正西晋朝廷中央已经彻底乱到家了，司马伦直接自己矫诏说，皇帝司马衷要把皇位禅让给我，然后就轻轻松松地登上了帝位。并且最让人贻笑大方的是，司马伦整出了一出虽然你是我孙子，但是我尊你为太上皇，虽然我是你爷爷，但是我是你的接班人的闹剧。随后把傻皇帝安置在金庸城，接着大赦天下。大家最好还是要先习惯一下，因为后面还会有很多人继续着司马伦这套禅让、登基、改元、大赦的把戏。这还没完，司马伦收买人心的荒唐行为还给我们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实载。为了体现新朝新气象，司马伦大肆封赏，比如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这样的高官，在宫廷人事编制中一般只有4人，结果司马伦却封赏任命了上百人。再比如，司马伦还给全国2000担以上的官员全部封侯，这样的荒唐之举不可胜数。结果就是导致西晋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瞬间被破坏。以往政变大都仅限于最高权力中动荡，现在好了，连西晋的各大部委也都一起乱了套了。于是乎，每次朝廷开会的时候，一眼望去全都是王侯公卿。由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呢，帽子上以雕尾作为冠饰，封官太烂就导致了雕尾库存严重不足，没办法，就只能用狗尾续貂了。戏称司马伦为无耻混蛋，是因为由司马伦掀起的政变加篡权是八王之乱甚至后面整个南北朝期间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准确的说呀，是司马伦裹挟的禁军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政变，而是明显的兵变的范畴。这就导致了以后谁控制了禁军，谁都可以来一场政变。其次，篡位的行径将西晋本来就脆弱的权力格局直接砸烂。此前10多年来，不论大家怎么打，都在小心翼翼、心照不宣地维护着傻皇帝的权威。尽管这种权威是脆弱的、虚假的，但司马伦的篡权让所有人再次顿悟：什么狗屁皇权至上，连司马伦这种老的都快成僵尸的混蛋都能篡权，我为什么不行？